很多人以为 AI 的核心是算法，但 AI 真正的核心其实是数据，谁拥有数据，谁就拥有下一代内容工业。过去2年 AI 行业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， AI 公司正在用全世界的作品训练模型，而很多创作者现在才刚刚意识到这件事。一边是 AI 公司不断发布新模型，另一边是越来越多创作者把这些公司告上法庭。起诉者包括纽约时报、插画师、小说作者、摄影师、YouTube 创作者。他们的指控其实很简单， AI 训练用了我们的作品。但有意思的是， AI 公司其实非常清楚版权的重要性，因为训练 AI 有一个现实，模型必须依赖海量数据，而这些数据大量来自互联网。于是一个新的冲突开始出现，而这场冲突其实非常像一场新的产业战争，创作者 vs AI 公司。这场战争真正争夺的其实不是模型，而是谁拥有数据的权利。这里其实有一句更直接的话， AI 行业真正的资源不是模型，而是数据。为什么创作者开始反击？在 AI 爆发之前，很多创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会被拿去训练模型，直到他们发现一件事， AI 可以生成像他们一样的作品。插画师看到 AI 生成某某艺术家风格，摄影师看到 AI 生成类似自己作品的图片，作者看到 AI 写出类似自己风格的文章。于是问题出现了， AI 是怎么学会这些东西的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训练模型很可能使用过大量类似作品。于是创作者开始起诉，例如纽约时报起诉 OpenAI， Getty Images 起诉 Stability AI， 许多小说作者也在起诉 AI 公司。这些案件核心只有一个问题， AI 训练数据算不算侵权？AI 公司其实知道版权风险，很多人以为 AI 公司是在无意中使用版权内容，但现实更复杂。大型 AI 公司其实非常清楚版权风险，因为如果法院认定训练侵权，整个 AI 行业的成本结构都会改变。所以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尝试清理或控制训练数据，例如过滤某些网站，避免某些版权内容排出特定数据库。这说明一件事， AI 公司并不是不在乎版权，他们只是希望在法律边界内继续训练模型。但问题是 AI 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法律。为什么 AI 训练一定会撞上版权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 AI 的工作方式本质就是学习已有内容，训练模型需要大量数据、图片、视频、文章、代码、音乐。很多模型会抓取互联网公开内容进行训练，问题在于互联网的大多数内容其实都有版权。过去这些内容虽然在网络上，但很难被系统性复制。但 AI 改变了一件事，机器可以快速学习、重组并生成内容。于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矛盾， AI 需要数据，但数据往往有版权。换句话说， AI 不是在创造内容， AI 是在学习全世界已经创造过的内容。AI 版权战争其实主要集中在2个地方。 AI 版权战争其实只围绕2个问题， AI 能不能用这些作品训练， AI 生成的作品算谁的？换句话说，争议主要发生在2个阶段，训练阶段和生成阶段。第一场训练数据战争，输入端，这是目前最核心的一场冲突。争论的问题是 AI 训练算不算合理使用。 AI 公司的观点是，模型只是从数据中学习规律，类似人类阅读书籍、观看作品。但版权方认为，训练过程涉及大规模复制和处理作品，而这些复制并没有获得授权。于是问题出现，训练数据到底是合理使用还是侵权？如果法院支持版权方， AI 训练成本可能大幅上升；如果支持 AI 公司， AI 行业的发展会更快，但创作者的利益将受到严重侵害。第二场生成内容归属战争，输出端。第二个争议发生在生成结果，问题是 AI 生成的内容算谁的作品？例如一张 AI 生成图片，版权属于谁？使用 AI 的人，开发模型的公司，还是根本没有作者？目前各国法律仍然没有统一答案。一些观点认为，完全由 AI 生成的作品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作者，而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如果人类提供提示、选择和控制，仍然可以主张版权。于是 AI 时代出现新的问题，生成内容本身也进入了版权争议。历史上技术曾多次挑战版权，这种冲突其实不是第一次。历史上每一次新的复制技术出现，版权行业都会紧张。例如录音机，
录音机出现后，人们可以用磁带复制音乐。当时唱片公司担心音乐产业会被毁掉，但后来音乐产业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继续发展。2000年代 Napster 让音乐盗版爆炸式增长，音乐行业一度混乱。后来出现新的模式 Spotify、Apple Music。YouTube 刚出现时，好莱坞也非常紧张。后来平台推出 Content ID 系统，系统可以识别版权内容，并给原作者分成。几乎每一次复制技术出现，先产生版权冲突，再催生新的商业模式。6. AI 真正改变的一件事。这里其实还有一句更尖锐的总结， AI 不是在帮助人类创作， AI 是在工业化生产。如果把冲突再往深看一层，会发现 AI 改变的不是某一个行业，而是创作的成本结构。过去内容生产通常很昂贵，一张商业插画可能需要构思、草稿、反复修改，整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天。动画、广告片甚至需要团队。因此过去有一个隐含前提，内容生产是稀缺的，而版权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稀缺之上。但 AI 改变了这一点，现在很多内容可以通过提示词模型算力在几分钟内生成，这意味着内容供给正在急剧增加。当供给突然增加时，围绕内容建立的规则，包括版权制度，都会受到冲击。7. 这场版权战争，双方到底在争什么？如果把所有冲突放在一起，其实可以简化成一个问题： AI 真正挑战的也许不是某一个创作者，而是整个版权制度。核心争议其实是谁拥有训练数据的控制权。创作者认为作品属于他们，如果 AI 使用这些作品训练模型，就应该获得授权并支付费用。而 AI 公司的逻辑完全不同，他们认为模型只是从数据中学习规律，如果每一条数据都需要授权，大模型几乎无法训练。于是双方形成根本分歧，创作者希望强化版权控制， AI 公司则希望扩大合理使用范围。这场战争真正讨论的问题其实是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逻辑开始变得有意思，可以伸手点个赞，我们继续往下拆。在 AR 时代，互联网内容应该如何被使用？这个问题很可能决定未来 AI 行业的发展边界。8. 可能出现的解决路径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每一次新的复制技术出现，最终都会产生新的规则。AI 版权战争很可能也会走向类似的方向。目前出现了3种可能路径。第一种路径，数据授权，建立 AI 训练数据授权市场，媒体、图片平台、社区都可以出售数据。第二种路径，扩大合理使用，法律可能扩大合理使用范围。如果法院认定 AI 训练属于学习行为， AI 行业成本不会大幅上升。第三种路径，技术分成，类似 YouTube Content ID， 系统识别 AI 生成内容来源并自动分成。换句话说，这场战争最终可能不会简单以输赢结束，而是催生新的规则。本期商业暗线，如果把整场冲突再往深看一层，会发现一个更底层的变化。在 AI 时代，真正有价值的可能不再只是作品本身，而是谁控制训练数据，谁能合法获得数据，谁能持续训练模型，谁就可能在下一代内容产业中占据优势。所以这场 AI 版权战争的背后，其实是一场新的资源争夺。数据正在变成内容产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也许未来很多人会慢慢意识到一句话， AI 时代最重要的资产不是作品，而是训练作品的权利。所以这场版权战争最终可能决定的不只是 AI 行业，而是未来整个内容产业的规则。如果未来 AI 真的可以学习全世界的作品，并不断生成新的内容，你觉得下面哪一种情况更合理？ AI 公司可以自由训练互联网内容，只要不直接复制作品。 B. AI 公司必须获得授权，并向创作者支付费用。 C. 建立一种新的分成系统，只要 AI 生成内容，就给原作者分成。在评论区打一个 A、B、C。OK， 如果你对这种经济观察、商业逻辑、科技趋势和互联网经济感兴趣，欢迎订阅商业暗线这个频道。我们下一期见。